你有没有发现，香港街头那些开了几十年的熟悉店铺，正在一家接一家地悄然消失？茶餐厅的闸门拉下了面包店的灯箱，熄灭了文具铺的货架清空了，书店的玻璃上贴出了告别的字条。曾经人山人海、霓虹闪烁的购物天堂，现在到处是空置的铺位和冰冷的招租广告。很多人把这一切归结为租金太贵，或者港人不愿消费，甚至有人说，只要适应消费模式的转变，香港经济仍然有增长。但真相远比这几个字沉重得多。我花了很多时间翻查政府统计数据、国际媒体专题报道、商户访问、经济学者评论，又参考了研究香港家庭生意的专著，终于把零散的线索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像。下面我要讲的12个原因，未必每一个都直接击中某一家店的结业，但当它们同时出现并互相加强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正在瓦解的不只是一盘生意，而是香港原有的整个商业生态。第一个原因，港人北上消费已经形成不可逆的惯性。根据路透社对香港零售业的专题报道，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的主席早已指出，本地人消费模式的转变已经不是短期现象，而是难以逆转的趋势。每逢周末或假期，大批市民拖家带口涌向深圳，去享受更廉价的餐饮娱乐和各式各样的生活服务。今天去深圳已经远远不只是吃一餐饭那么简单，很多人会顺便剪个头发，做一次按摩，去大型超市买完菜，再带着孩子去游乐场玩足一天。一天下来几百块或者几千块就能换来在香港难以想象的舒适体验。换句话说，香港商铺面临的竞争对手已经不是隔壁街那家同类型的店，而是近在咫尺却价格低得多的整个深圳。有些家庭甚至会走得更远，去东莞、中山、珠海乃至广州消费，把原本应该留在香港商场里的生活费全部带进了内地。假设一个家庭每个月只是把2个周末的消费搬到了深圳，一个月几千块就流走了。当几十万个家庭同时改变消费习惯，这股抽水的力量足以动摇整个本地零售的根基。大量本地商铺因此失去了最基本的那批顾客，营业额出现断层式下跌。第二个原因，游客回来了，但他们的钱包没有回来。路透社的数据显示，2015年5月，访港游客数量已经回升至408万人次，但香港的零售销售额依然比2018年同期低了大约3%。问题的核心在于游客的消费模式彻底改变了。从前，游客在香港一掷千金买珠宝名表、扫名牌手袋，一间铺头的生意足以养活一整年。可如今更多游客选择即日来回，行程安排是去行山和打卡平价餐厅，很多人甚至不会住酒店，也不会大量购入奢侈品。这就是大家口中的特种兵式旅游人来了，但消费清单被压缩到了极限。街上有人流，商场里有脚步，但每个人实际掏出的钱远远无法支撑起香港高昂的租金和人工成本，店铺的营收始终处于低空飞行的危险状态。第三个原因，经济信心低迷，市民对未来的预期转趋悲观。消费从来不只是口袋里有几多钱的问题，更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有没有安全感。当楼价持续下跌，公司不断缩减预算，裁员消息接二连三传来的时候，即使市民今天还有一份工作，也会本能地缩减所有不必要的开支。他们会减少去健身房的次数，减少外出吃饭的频率，延迟换车计划，搁置家居装修的念头，宁可把钱存进银行，也不肯轻易花掉。根据政府统计，2015年3月，香港零售销售额按年下跌了 3.5%， 并且已经连跌了13个月。到同年第7个月，零售销售总值仍然比上一年同期低了 2.6%。 当街头不断上演店铺关门的故事，市民会更加确信经济正在转差，于是进一步收紧支出。市民越是不敢花钱，店铺的生意就越差，关门的店铺就越多，这又会反过来强化市民的负面预期，形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第四个原因，人口结构出现缺口，消费人口和创业人口同步萎缩。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最新数字，2016年4月至6月，香港劳动人口为378万6千人，较2018年疫情前减少了大约19万4千人，劳动参与率也由 61% 跌到了 56%。 这意味着香港不单单是少了一批打工的人，还少了一整批原本会打工、会做生意、会进行长期消费的人。这批人当中，不少是有子女、有一定资产的中产家庭，他们原本会长期支付住房开支、保险、医疗和餐饮等费用。即使后来有高才通等新人口输入填补了部分空白，但这批新人口的消费习惯未必跟离去的人一样。同时，移民潮也带走了原来经营商铺的老板、专业人士和潜在的接班人。
香港社区的消费群体和创业群体其实很多时候是同一班人，少了他们商铺，就同时失去了顾客和未来的经营者。第5个原因，租金虽然已经大幅回落，但收入跌得更急更狠。路透社引述商业地产数据指出，香港核心街铺的租金已经回落到大约2003年的水平，但分析员指出，香港零售市场从2013年起已经出现了结构性转变，部分行业就算再大幅减租也未必能救得回来，因为问题根本不是租金不肯跌，而是营业收入跌得更快。以前一家店月租30万，每月做得到100万的营业额，现在租金可能降到18万，但营业额只剩40万。租金的绝对数字看似变得温柔了，但它占营收的比例反而更高。对于商户来说，租金减得不够彻底，而收入却像坐滑梯一样滑落，负担实际上更重了。坊间常常有一种说法，认为满街的空铺都是因为业主宁愿丢空也不肯减租。然而实际上，银行在评估物业价值时，租金是一个重要参考。如果大幅减租，就会压低物业估值，甚至触发一连串信贷问题。更关键的还是，就算业主愿意以低价放租，现在市场上敢开店、有意欲做生意的人也已经少了很多。无论租金定得多便宜，也未必能吸引到新的商户入场。第6个原因，经营成本高企，尤其是饮食业面对多重夹击。立华委研究资料指出，餐饮业近年面对收入萎缩、人手结构改变和成本上升的多重挑战。到2015年，饮食服务业的失业率一度升到接近 7%， 餐厅就算生意冷清，每个月依然要支付人工、水电煤、食材、保险和各类牌照费。大型连锁店可以利用中央厨房自助点餐、大批量采购，甚至用预制品来压低成本，但街坊小店和传统酒楼没有这种优势。一张桌子如果坐不满客人，损失的绝不仅仅是一张单，而是整个晚市的翻台率。而厨房里的火照样烧着，师傅的工资照样出着，租金也一毫子不会少，钱就这样静静地从冷清的门店流走，没有声音却极度致命。第7个原因，家庭式小生意的传承断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研究香港家庭生意的著作，里面深入剖析了家庭企业如何将工作与家庭生活紧密捆绑在一起。书中指出，家庭企业虽然充满温情，但长期承受着来自市场的惊人压力，这种压力会持续侵蚀经营者的生活品质。店主每天清晨就要起床备货，夜晚收市后还要清洁打扫1个星期，做足6天甚至7天。对于下一代来说，接手这门家庭生意就意味着可能要放弃一份有年假、有晋升机会、有固定工时的稳定职业。所以很多老店选择结业，未必是因为完全没生意可做，或者没有想过转型，而是那盘生意的利润已经薄到无法支撑任何人的生活理想，为了守护一块招牌，却要搭上自己未来30年的人生，这种代价值不值得。很多人心里都有一把秤，当一间旧铺关门，它消失的不仅是那块招牌，还有里头积攒的技术知识、师徒关系，以及整个社区街坊的共同记忆。第8个原因，内地连锁品牌南下改变了竞争规则。根据投资推广署的资料，2015年已经有198间内地企业来到香港扩展业务，当中包括不少餐饮品牌，例如泰式酸菜鱼、遇见小面、蜜雪冰城等等。这些大型品牌拥有中央采购、标准化菜单、庞大的供应链和雄厚的资本支撑。他们来香港开分店，短期内未必需要马上盈利，反而可以视作品牌扩张的一部分。反观香港的家庭小店，主要靠1-2家铺头的现金流勉强维持生存，根本不可能与这种弹药充足的对手长期对抗。香港有媒体报道，遇见小面接手湾仔一家旧铺位时，租金水平已经比高峰期低了很多。旧铺退场，租金回落，反而为大型连锁品牌提供了进场机会。因此，内地品牌的南下未必代表香港市场的消费力复苏，它更可能象征着本地家庭式小店正在被大型连锁品牌逐步替代。第9个原因，网红经济催化了品牌的速生速死。今日很多新店靠着社交平台的打卡热潮和排队效应一炮而红，一间铺成功就立刻开第2间、第3间，但这种热度往往只能维持短短几个星期，排队的人潮一散，剩下的就是高昂的装修成本和漫长的租约责任，将短期的人气错判为长期需求，是很多新品牌犯的致命错误。开店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品牌的生命周期也越来越短。香港曾经引进的不少过江龙品牌，例如台湾的八月堂，全盛时期有12间分店，最后依然全线结业。其他品牌也曾经高调进入，又悄无声息地退出市场。结业潮并不只是老店的专利，它同样吞噬着年轻的新品牌。
一间铺从开张到结业的周期不断缩短，整个零售市场像一片烧得太快的草地，火光耀眼，却什么也留不下。第10个原因，网购和串流平台彻底改变了消费场景。今天香港人买衫、买家电、买电子产品，很多时候都是透过网上平台下单，不想出门，不想排队，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单纯看本地的零售销售数字，其实已经越来越难反映香港人真正的消费行为。更加重要的是，今日实体店面对的竞争早就不是隔壁那间同类店铺那么简单。餐厅要跟外卖平台分享利润，戏院要跟串流平台和深圳的戏院竞争，书店要面对网购电子书和阅读人口下降等多重冲击。实体店不是完全没得做，但它必须提供网络上无法取代的价值，例如专业的服务、社区的归属感、独特的体验，或者一个值得顾客专程花时间到访的理由。如果只是把货品放在货架上等人来买，今时今日这条路的确走不通了。第11个原因，政治环境收紧，抽走了市民对未来的信心和对城市的投入感。时事评论员刘世良曾经在一个网台节目里用躺平式抗争来形容部分香港消费者的心态，人们减少参与公共生活，慢慢退出了原有的城市节奏。一个人愿意买楼、做生意、生小朋友，前提都是他相信自己会留在这个地方，也相信自己的未来值得在这里投资。但当政治环境持续收紧，个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悄悄改变。2016年，接连有书店因为涉嫌出售敏感书籍被搜查，有人被带走，不少书店因此选择结业，其中包括有50年历史的田园书屋。当连买一本书都要考量会不会触碰红线，整个城市的氛围就变得小心翼翼。有些餐厅因为某些原因被频繁巡查，或者被网络上的言论攻击，未必会立刻关门，但这种无形的压力会慢慢抽走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有些人已经离开了香港，有些人虽然肉身还在，但心已经飘到了远方。当越来越多的人失去投资未来的意欲，同时看到街头一张又一张的结业告示，他们就像一张张对香港投下的不信任票。不消费未必是有意识的抗争，但它确实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无力感。第12个原因，香港正在失去自身的独特性，变得面目模糊。文化研究学者马文斌在其关于香港文化与消失政治的著作中，分析了香港在历史转折中如何不断经历文化和城市空间的消失。书里面提到的一个观察特别适用于今天的结业潮，很多事物要到即将消失的那一刻，人们才猛然发现它原来一直都在最近。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经济学者罗奇在2篇最新文章里明确指出，香港的本质已经改变。他认为香港从过去高度依赖国际金融、普通法制度和国际化优势的定位，正逐步转向另一种定位。这种改变不只牵涉经济结构，而是整个城市角色的重组。如果罗奇的判断是准确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结业潮就未必只是一个经济周期现象，而是香港在转型过程中浮现的代价之一。一间有70年历史的旧铺宣布，结业门口排起了告别的长龙。一间戏院最后一日营业，大家才开始分享童年回忆。一间书店受到压力，香港人才发现原来城市需要这样的空间。就是酒楼、文具店、饭馆、面包铺、书店，它们的消失不单是商业损益表上的一笔记录，更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和集体记忆的永久退场。当所有街道都由同一批连锁品牌占据，香港每个地区的面貌就会变得越来越一样，毫无生气。香港最终失去的未必只是几盘生意，而是这个地方值得被记住的理由。所以香港的结业潮没有单一的元凶，港人北上消费，游客不再大撒金钱，市民担心前景而收紧开支，中产家庭持续外流，租金跌幅追不上收入，跌幅经营成本高企，家庭生意无人继承，内地品牌改写游戏规则，网红经济昙花一现，网购和串流平台取代了实体店，政治压力削弱了信心，而香港也正在慢慢褪去自己的独特性。这12个原因互相缠绕，彼此强化，旧铺和老字号越少，香港的市井魅力就越弱，市井魅力越弱，人们就越找不到留在这里消费的理由，中产家庭走得越多，消费和创业的土壤就越贫瘠，街上的人越不敢花钱，商铺就越难支撑下去。我们与其追问为什么老板们不再做生意，或者为什么香港人还未全部转向深圳，不如认真想一想，到底还有多少人已经离开了香港，又有多少人虽然留在香港，却已经不再相信香港。当一座城市连消费的人、做生意的人、接班的人都渐渐失去，最终失守的可能不只是一盘生意，而是那个我们曾经熟悉的充满生命力的香港。
店铺开业结业本是市场常态，但今时今日，香港正在经历的也许不只是一连串商业决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座城市记忆的无声告别。如果你也感受到这份惋惜，欢迎订阅这个频道，点赞、分享并留言，让我们一起守护记忆。